你藏在这里多久了？哦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这位萧老居士最初来看经时，我也来了10多年了。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，前几年那天竺僧波罗星也来道经。嗨，你来我去的，弄得经阁的经书乱七八糟。那我怎么从未见过你呀？居士全副精神放在武学典籍之上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了。记得居士第一晚来阁中借阅的是一本无相节指谱。嗨，从那晚起，居士就进了魔道啊！可惜呀，可惜。这些你怎么知道？居士第2次来借阅的是一本般若掌法。当时老僧见居士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呐，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本《法华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去参悟。不料居士与正宗佛法弃之不理，找到一册伏魔杖法，便欢喜而去。唉，沉迷苦海，不知何日方得回头啊！慕容居士乃是鲜卑后裔，久居江南。老僧本以为居士必有沾到南朝的文采风流，岂知居士也对我祖师的威严法语不屑一顾，挑到一本拈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2位居士乃是当世高人，行事却也如此愚昧，于己于人呐，都是有害无益呀。萧居士所修习的只是克制少林武功之法，慕容居士却是本寺72绝技所尽囊括而去，还录了副本，真是尤为贪心呐。想来这些年，慕容居士已必将这72绝技融会贯通，说不定已传授令郎了。是了，令郎年纪尚轻，功力不足，想来是传之这位天竺高僧。鸠摩智大师，你全然错了，次序颠倒，大难已在旦夕之间。什么次序颠倒？大难就在旦夕之间。这位老僧说话，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？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国师，请你将《易筋经》还给我吧。什么《易筋经》？你说话越发的让人难懂了。佛门弟子学武，目的不在争强斗狠，而在强身健体、护法伏魔。倘若不以佛学为基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。功夫练得越深，自身伤得越重。我少林寺鉴察1000年，72绝技的典籍在此阁中，门人弟子可随意翻阅。可古往今来，为何只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诸门绝技？这是宝刹内部的事情，外人如何得知呢？本寺72项绝技，每项都凶狠凌厉，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，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。但能修到如此境界的高僧，却又不求习多学这些凌厉的杀人法门，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，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。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为不足，却要强学上乘武功的，但练将下去，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内伤难愈。本寺玄澄大师一身超凡绝俗的武学修为，
一夜之间筋脉俱断，成为废人，便是为此了。看来少林寺是无人了，竟找来这个扫地的老僧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。你当我鸠摩智是3岁小孩容易哄骗吗？你说少林寺72绝学不可尽学，那我为何学会了？我为何没有经脉齐断，成为废人？大师所练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本寺的72项绝技倒也可练，只不过细微之处不免有点似是而非吧。明王若是只修72项绝技使用之法，一时还不至于危及本源。可是明王此刻成器学上色现朱红，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，显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易筋经。萧居士，您近来小腹上梁门、太乙两穴，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关元穴上的麻木，近来却又如何呀？神僧明鉴，关元穴麻木之处，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小，而如今却有碗口般大。神僧既知家父病根，还请慈悲解救。萧施主宅心仁厚，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，如此大仁大义，不论有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啊。谢神僧。萧老施主之伤，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须从佛法中去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自不许老衲多言。但杨白、连泉、风府3处穴道上，每日的万针攒刺之苦，你可知何解呀？爹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我们暂且别过，如果2位想找我们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恭候大驾。